好，今天我们来做这3个科幻场景的制作教学。那在做这个场景之前呢，我有先做好一个资产包，里面有105个模型资产，有包含这些建筑物、小商店、这种垃圾天线以及一些格外额币的这些 LED 灯。那这个资产包只要15美金，然后你刚刚看到的那3个场景演示的那个影片 A1 跟 Blend 档案，也会在底下链接可以找到他们购买的地方。这时候会有一个限时的折扣码，你可以用那个折扣码获得30% off 的折扣码。另外，这3个场景档案的渲染的记忆体都只要4GB 以下，我记得有一个好像只要2G 以内，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这个城市档案你买了可能会打不开。对，好，那在制作这个场景之前，我有先看到一张还蛮有趣的参考图，我是从 Pinterest 上找到这张参考图。我有去找一下原作者，但是那个作者的 IG 不知道为什么把作品删到剩10个，所以我找到那个 IG 的作者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作品不见了。我先把他的图片跟名字都放在画面上了。好，那我们先参考这张图的是，我喜欢它的概念是这边左边有一个长形的通道是给人行走的，这样它会有一种你是在都市的上方又盖了一层可以行走的地方，然后掩盖底下都市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制作前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看这些其他的东西，它最开始的架构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我们先打好一个长方形的模啊，我们先把它的规则校正好之后，我们再去加其他的东西上去。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做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先生一个方块出来，然后把它压扁，之后你就直接拉长就好。只要它的空间够这个挡住你摄影机看到的空间就行了。剩下的额外东西什么东西后面再加，这样子拉开嘛。然后我按 Tab、Ctrl 把它拉过来这里，然后再按选取这个比较小的面，然后我们按把它升上来。我们会升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后要放栏杆，我们会想要让它有一个突出的处去衔接那个栏杆。这样就是那种走在道路上，一般来说都会那种边边都会凸一小块那种水泥地的那种感觉，你这样就可以做边边了。至于旁边这个就不用管了，因为你在后面看不到啊，所以你不建模其实也没有差。那掩盖物盖好之后啊，那我们就先看底下那个建筑物编排怎么编排的。我把其他的东西都隐藏起来，所以你现在看到底下这些建筑物是这边它这样堆起来，其实你不会看到它有什么太合逻辑的地方，就是建筑物不会这样长。可是你实际在后面的那个演示，就是其实后面做完的时候，你看那个影片，其实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异的，因为你会被很多东西盖住，所以你不会说什么这个地方穿了，那个地方穿了干嘛？只要你后面那个你摄影机看出来的东西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对，好，那我们一开始先做这个建筑的时候是，我们先不用看这种大的吧，我们是先从那个最小的开始看，最一开始可能就只有这2块，最一开始可能就是这样子而已，这样，因为我还不确定建筑物底要打什么嘛，我当时刚才就说我要从上往下看，那我就是想要先看到几个高楼的建筑啊，一定往下一定是看得到屋顶跟侧面啊，所以我想要呈现它的那个建筑感稍微大一点，但是我底下又要填满，所以我就是先放几个比较大的建筑，然后等一下啊，先把它归回来，然后我们放几个大的建筑之后，可能就是有几个明显的主体啊，先把它排列好，就是把底下的空间先挑几个大一点的，都确定填够了之后，我们就去填那个底下看不到的地方，就是那个建筑角。这种底下这边我们没有建模的部分，我们要什么方式把它填满？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只看几个大的，它就会长这样子。哦，但这边还有一个没选到，看一下这个，这样吧。实际上你看到主要的是这些底下这些看不太到，都是我们来填那个可能底下会看到这边有没有？这边就是有露馅的，这样就是我们想要把它遮住，就是不要直接让其他人看到那个建筑底部在干嘛，因为那边就是看了就是会出戏，所以我们就是拿一些额外的小的东西去把它填补起来。这边有这种我拿那个5个建筑物标成一个小型的那种建筑群组的那种包，然后我再把它填在这个角落，这样你就看不到这个建筑底下发生什么，就比较不会看出那个场景会有那个粗细这样子。那你可以在一开始在大致上搭好这个建筑之后，我们开始再去调，说我们哪里要放打光，我们哪里要放那个 LED 灯。那我们先从打光开始看啊，因为我这边光已经打好，我们这样跑一下。好，好，然后我们现在打光这样看起来就是可能这块很暗，这块很暗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等下之后这边前景会加一些东西跟 LED 让它回来，所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场景的灯光是，我没有打任何的世界光，我的光源就是依赖这几盏灯，大概长这个样子。对，光源都是从建筑的后面打过来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边有一面墙嘛，现在这边有屋顶，屋顶后面会有一盏灯去辅助照亮，看得清楚我们的建筑的屋顶在干嘛，还有那个边边这里一小块，就是有照亮屋顶，然后还记得我刚刚说的吗？就是我们这边看穿了，对不对？可是我这边会打东西打，加上我这边其实没做好打光，所以你看不太到这里有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就没关系，只要你最后面呈现出来的东西看不到就好了。好看一下，然后大气的那个效果就是打上来，这样就更看不到。现在看起来很雾，是因为我渲染的那个解析度调蛮低的吧，所以可能会看不太清楚这样。反正基本上就是你的光在打这种科幻都市的光的时候，就是你这边的 volume scale 要打开，只要你想要让那个场景有雾气散发的话，就要打开。如果你是可能补光，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个假设啦，我现在觉得这个建筑物太暗了，对不对？我从这边复制一个灯过来，好，我把它拉到这里，我可以补它这个光，但它有点太亮了，所以我可以把它的雾气关掉。因为你如果不把雾气关掉的话，它那个大气雾抓到这一颗，然后你到时候渲染的时候没关的话，你这边就会有一团，这边就会有一团莫名的发光的灯，就是你会很明显看那边有一个光，可是它的光不知道打哪来的，它又出现在那个你最后的渲染里面，然后它的灯又很突兀，所以这个不要，这个先关掉，然后我们再把它的光的那个强度调低一点。这样，你可以用一些这种小那个，就是它的那个亮度小一点的灯，去辅助你的建筑学院哪边太阳去调，但是你不要拿那种太过度的，然后又有 room scatter 那个效果也没有取消掉的光去照那个建筑，这样，因为你这样到时候后面你那个渲染出来的模式会有点怪怪，渲染出来的样子会有点怪怪的。好，那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把前面的建筑底下什么架子构都弄好的话，你接下来做后面的竖琴，你已经大概完成了大概60%的东西了吧？因为我这边的模型都是已经建好的模型包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你现在就想说，这边可能要加一点那个楼梯建筑物去丰富这个场景啊，然后这边可能就是那个手扶嘛，手扶杆嘛，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就那种旁边的栏杆嘛。还有一些类似天线啊，跟乐色建筑道具，还有像这种类似的小商店。然后这个也在那个资产包里面，你可以在资产包里面找这个，这样它就是放了几个那个 logo，然后在那个商店旁边，让它可以稍微打个光，就它这边的那个地板会看起来会比较亮，会比较那种生活气息。你在摄影机看来就是长这个样子，对吧？上面都看不太到啊，可是因为你地板有光嘛，然后，如果你是看影片的话，这边实际上会有一群人在那边走过，但是那是因为我用一个那个，我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人的插件，我用的是这一个插件，对我用这个插件去模拟那个人群在走动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这边看到有一群人在走，跟底下这边有一个人在的话，那是因为那是其他人的模型，所以我给你的资产包不会包含人物模型，但是你这边看到一些像这种垃圾袋、那种垃圾堆啊，跟加什么，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些完整，就是都会在这个里面。然后包含那个什么灯光、大地设定跟 A 的都会在这里面，只有人物模型不会而已。好，那我们之所以那个说建筑弄完，基本上就已经搞定好大概一半以上，这是因为你接下来要做就是填满这个场景怎么填就是看个人喜好跟你的参考依据是什么。像我参考那张图有这个嘛，有那种像那种就是那种铁做那种步道，就看起来生锈旧旧的，然后走在上面可能会有点危险这样。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想要建这种东西的话，也一样很简单。我们先找一个这个嘛，然后我们先生一个方块，好，我们就先拉到我们大概要的尺寸，大概就好了，大概这个样子吧，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先 Ctrl A，然后 apply 一下它的 scale，这样你等下做那个，那你等下按 I inset 的时候就不会说什么，我可能 inset 之后它图怪怪的。那我按一下 I，好，然后拉到你想要的大概的尺寸。假设我现在到这里嘛，然后我们就是只要把它接上就好了可能因为我快件有绑这个，我快件有绑一些功能。如果你没有绑的话，就是你就直接把这两个删掉。然后我们选好这个嘛，选好上下两个边就好了。Edge Loop 这里
它是 Edge 的第3个。那我之前都绑那个 Q 的快捷键，所以我很少从这里找。好，如果你想绑的话，你就按右键。这样，我这边这个是 remove 啊，但基本上你对其他的按就是按 A 的。这样，如果你想要把一些常用的功能加的话，就找到那个选项，都按右键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把它合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做里面那种小铁条啊，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按 Tab，设定一个方块，然后把它拉成你要的细长状。先大概这样子吧，然后我们把它拉到最旁边去对齐一下，再细小一点好了，差不多这个样子。好，那弯 Shift D，然后按住 X 键，它就可以指定一个方位去复制它的位置。那我们就按一下左键。好，我们之后都不要动，按下去吧。这样就它这样就一步一并拉过来这些模型了。好，这个有点多边边，我把它删掉。好，那这样我们就做完了，这个就做完了。至于材质的话，我记得这个材质没有很难啊。看一下，我是用 Polyhaven 的材质，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你觉得 OK 的铁材质，然后你就把它套上去就好了。这个材质没有那么复杂。对，它就只是那种锈铁的材质，我就只是贴上去。然后如果你觉得它可能 UV 哪里怪怪的话，你就对它就最简单的 UV 分解就好了。我看一下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其实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不换，你就按 Tab 嘛，A 选 U，然后 Q projection。好，对，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这样这个不会那么拉这么近去看的，所以你材质解析度调小一点也没有关系。好，那基本上就是你已经有一个长的吧，你可以在如法炮制再做一个正方形的，然后就是你只需要把它们就是一个一个接上那个你想要部件的那个布局就好了啊。这种手扶梯的那个键法也是就是伸个方块拉长，然后复制3条下来，然后一样用这个材质就好了。接下来你要用这个东西去排还是自己手动排，那没什么差。那我们讲完了那个建筑的布局跟前面这些遮挡物嘛，现在就是 LED 灯跟一些那种垃圾的排放。但 LED 灯还有东西可以讲，可是剩下的东西就是看自己排放嘛。就我们先从那个 LED 灯看看，就我们最一开始的场景背面就是用蓝色的灯去打这种背部的光源嘛。那加上 LED 灯之后，我们会想要让它呈现说，我们这个灯是想要呈现就是人有生活气息，就是可能有店家在营业中啊，有卖吃的这样。然后我们会想要让这个灯做那个视觉的主体，所以我们会希望那个灯跟背景颜色可以做这种对比色的色调，这样让你观看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比较容易去观测那些你想要让它凸显的地方。像我这边打一个橘色的跟一个黄色的 LED 灯，是因为我想要让那个主视觉第一时间是先看到这里的，然后才是周围其他一些我那个放小细节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LED 灯之前跟之后长怎样。对，我们之前打光是这样啊，就蓝色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出来在干嘛，就是这块很暗，然后有蓝色的灯，你看得到建筑，但是就只是建筑而已，它没有什么额外的任何什么生活气息什么有的没都没有，就是一个单纯的蓝色底的建筑。但是我们只是加上 LED 的那些标志，然后就是感觉会差很多。而且你在放这种那种橘色系的灯的时候，会有一种那个就你会凸显它的生活气，就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是有在运作中的啦。啊，之所以我会选橘色，就是刚刚提到那个要放对比色，还有一个重点是放橘色灯，是因为灯占这个环境的部分其实没有到占真的很多，就你看我现在这样放很多，但其实真正填满空间的还是这些走道、墙壁跟城市而已。灯大概只占20%到30%的东西。那就是如果你希望一个场景里面的东西它是主体，然后你希望它可以被看到的话，那你可能不能够把它做就是太满。像我这边其实还有放一个 LED 是偏蓝色系的，是因为我希望我一开始看这里嘛，但是我如果这一块都是橘的，变成说我可能会变成这样子看，这样啊我的那个焦点就歪掉了，所以变成说可能效果不太好，所以我就把这边的 LED 放大，然后拉的比较多，因为这样你拉比较多没有这么明显的字的话，你在摄影机这里看其实看不太清楚在干嘛。
但是你会意识到那个就是灯，那个就是 LED，然后我把它打成蓝色，因为这边是打橘的，这边这一块可能就会糊在一起。好，那灯这个东西就很看，就是不是说你一定要哪里放什么，不用，就是到时候自己去试，然后你觉得跟光有东西有适配，不然你真的很怕你的光可能不协调，刚好就直接上网去找那种，你去找那个 Adobe 的那种调色盘，你就直接从那个对比色开始做啊，对比色做习惯就去往下颜色调，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稳定啊。啊，至于其他的像那个什么地板上一些放那个垃圾啊这种，这个我就不太想了，因为这个就是看自己个人喜好去填铺那种地面上的那种细节，那可能箱子嘛、垃圾，然后瓶瓶罐罐，然后一些有那种那什么梯子啊，跟那个篮子什么的，那个就是那可能都市的那种科幻都市风会想要塞的东西，就是脏乱，可是旁边就是有什么高科技，然后高大上，然后有人烟气息的那种感觉。剩下最后一个可以讲的应该就这个火车的东西吧。对，这个就是我当时觉得做完有点空，所以我想额外加的东西。对啊，这个是我用那个资产包里面我做一节那个火车的轨道。等下我看可以啊，就是火车的轨道。你如果买资产包的话，你会直接有这个，它就是很基本的那种用背支曲线拉出来的东西。那你看我这边有两条嘛，我 one tail 就是我原本那一条就这样子啊。你要进去做的话，就是你进去，然后你会有个背支的曲线这一条，你希望这个火车的轨道怎么调，你就拉这个曲线就好了，好吧？然后你剩下就是用那个曲线拉好你要的轨道，然后我们进那个模型，然后再把你要的轨道长度拉满，拉铺够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把你的车子放在轨道上做动画，这样你就可以开始车上，然后就开始去设你的那个动画的那个速度。对啊，这个只要做好一个之后，就是再直接再复制来去做另外额外2个、3个、4个，然后你只要在时间线这边调速就好了。这个场景大致上就这样吧，我不太觉得这个场景还需要讲什么，主要是因为模型我都建好了，所以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进讲怎么做下一个场景。好，那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场景啊。在这个场景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讲关于 OSM 的东西。OSM 是那种你可以去地图上找一个地理位置，然后用那个卫星图把它的地图模型给拉出来导到 Blender 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看前面这些，像这个都是我自己借那个资产包的模型嘛，我们就先不要看，我们先不要看这些东西。哦，关注这里到这里好，那你到时候看到的模型应该是长这样。如果我们用那个 OSM 把模型拉紧的话，它会是长这个样子的。先这样，然后把灯关了。对啊，那个材质什么的我有自己上啊，但是基本上你拉紧的话，模型会长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先去看一下插件，那个插件 OSM 的话，就网络上找一下就知道自己怎么开啊。你把 OSM 装好、设定好之后，右边这个界面条选一下这个 Select，它会跳转成网页，然后你那个网页会开一个那个世界地图让你去选，你可以去找一个人比较密集、那种都市比较密集的地方，然后框选起来。反正就先按这个，它会跳网页嘛，就先按一下。好，那它跳转到网页之后呢，我们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去把那个都市的模型抓下来，尽量去选那种繁华一点的地方啊，这样到时候你填补空就比较好填补啊。因为我已经抓过了嘛，所以我直接从那个 render 里面的数值上来找一下，然后好，你可以直接输，或者你输地名去找也可以。好，那我们先到我刚刚已经选取过的地方，我按这个选项后，它会开一个方框，让我可以指定位置。我先选大概差不多这附近大一点吧。对啊，你这个范围不要选太大，选太大它会跳掉。所以如果你出现就是你选了，然后你按 copy，我们先按 copy 吧，我们把数字 copy 下来，然后我们回到 Blender 里面要按贴上之后把模型导出来。如果出现导不出来的情况，到时候你范围选太大。好，那我们先回到 Blender。好，那回到 Blender 这里，你就可以拿刚刚你复制好的那串数值在这边按贴上，它这边的数字就变成你刚刚选取那个区域的数值。然后底下这几个选项可以选模型物件，然后道路跟铁路就好了。那个什么水啊、树啊跟什么植被不用，因为我们用不到。那选好这几个选项，数字对了之后按 input，它就会把模型导入进来。对
啊，因为我这边已经导入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做一次。啊，目前看到这边的东西就是这个模型啊跟铁路，就是我先有这一个，然后我就直接复制成后面这几个了，所以就不用什么每次贴都要再丢一次，你只要选好一块，然后丢进来之后，把那一块的材质处理好，像我现在的材质是长这样嘛，就是很基本的那个窗户材质，然后你近看会发现它的 UV 甚至是不对的，但是因为它实在太多了，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逐步做调整，加上我们的镜头很远，所以你不会有就是看到它有太多那种破绽的地方啦，主要是因为你太远，而且我们又会拿前面或者拿建筑来挡，所以这点程度的东西是不会怎么样的。好，对，应该大致上就这样。只是它进来的时候，你那个材质可能就要自己调整，它会帮你划分好有这个墙面跟屋顶的材质，它会帮你选好这两个。你到时候就是进去，然后按 tab 嘛，然后我们先选空白处，然后我可能想调整墙面的话，我就是直接在这个材质里面把它直接选好。所以你动那个材质啊，你可能加个玻璃窗户，它就只会动到这一块。我这边就是加了一个那个我在网络上找得到那种窗户贴图，然后把它拉进到那个 emission 里面。我就调一点强度而已，这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东西。Reference 这个其实可以不用调，主要是太远了，它真的看不太见。对，但后来有调啊，所以就留着。对，屋顶也是一样，屋顶也是一样，就是找个你觉得 OK 的图，把它贴上去，然后去做调整就好了，也不用太细，你也不用放什么 bump 或 normal 之类的都不用，反正就是那么远，它只要有大概东西对就好了。对吧？我这边 UV 甚至没有弄好，但是它太远了，所以看不到。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放好一个主体建筑物，就是我希望它成为这个视觉的中心点。那你目前这个第二 part 这个教学部分里面看到那个技巧，像这什么 OSM 啊、改材质啊，跟后面的一些那个场景布跟那个打光，基本上是从那个 Max Head 有个 Cyberpunk 的那个环境教学里面学来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尝试去完整建这种东西的话，你可以去参考他的课程。啊，如果你想要直接拿到这个产品包的话，就是从那个说明栏里面直接找那个链接买。好，那我们先放一个主体建筑物啊，主体建筑就是从那个资产包里面挑几个看起来比较独特一点的那个建筑模型来。我已经有建好一个了，就是这个，就是目前你看到这个那个两边有对称形状的那个建筑物，这样，所以你一开始布好后面的景，然后有大概的光，有大概的那个灯光大概都弄好之后，就先布好一些前面那个小的那种小型一点的这种建筑，然后放一个主体去那个覆盖一下前面的那个前景，后景就不用那么细节，因为你看不到啊，这个那么远，你真的到算图了，你要开这么大才会看得清我后面在干嘛。但是正常来说，我们就是算完图，然后放影片，就是用这个比例去看，所以不会看到那么远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你前景要放的那种建筑物，就是你就直接插在这个原本的小建筑体系上就好了，你就不要让它明显就是这边看得出来这两栋建筑卡这一块，这样。像这边可能有穿嘛，我们之后可能会拿灯光跟一些什么东西把它盖过，就是不会那么明显。你要做就是拿这种比较有细致一点的，就是它的模型精度比较高的去盖前景，那这样前景看起来不会那么突兀，就不会那么小块。不会就是感觉好像小小的模型，然后就没什么东西，看起来很怪，就是就是拿精细一点的那个模型去盖住前景，后面这些中后的这些就基本上就不用了，这边就是拿一些额外的 LED 灯跟大气雾去把它遮蔽住，然后去做它那个建筑的那种场景的深度感啊，然后这个摄影机的摄影机的那个这里我是设60啊，好，那我们把建筑前面弄了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管的是大气雾跟 LED 灯啊，这边一样我是打蓝色的光，这边的光可能有点太多了，这样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先从雾气跟光开始看，好，那这边打光逻辑也是一样，就是你的那个雾气的那些灯，这些这种有 volume scatter 的灯，你永远都是打在建筑后面，就是不要这样子，啊，就是不要那个什么，就是这边怎么亮这么快啊，又没有逻辑，然后又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打在这种遮蔽物后面，看得到一点雾气。然后它的灯的选项都是那嘛，都是这种被那种建筑物厂好好的出这个是我为了加一点前面那个那个什么天台这边，它那个扶手这里，我想让它这个有一点对比色，所以我加一个红色，但是我没有
用它的 Volume Scatter，不然我把它按的话，它这边这个颜色看起来太低了，所以我想调亮一点。这样，除了这个灯，你其他那种背景都市上的蓝色灯，就是一律都打在那种建筑边边，然后你摄影机都看不到，就是都被藏好好的，对吧？都被藏好好的，都在那种建筑后面，然后在那个底部的那个，在那种底部的地方把那个灯光打上来。好，那除了那个，除了这里的灯光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打给那个地面上再凸起来的灯。这样讲没那么直观，直接用看的好了。OK，啊，对吧？就从那种地面上的光，对吧？就很像那种就是商店，然后可能某一家的门光可能特别明显啊。从那个地面上有那种都市的那种生活感，就从高楼往下看，就是这边很亮，那边很亮。可是你从这个去看，你不会看出来这边发生什么，但它实际上就是我看一下这里吧，这一片，这边有一片那个模型颜色不一样，对吧？这边就是单纯打一个，也不是打一个，它就是一个上一个那个 emission 的那个材质贴图而已。像 UV 看，我就是单纯的把那个，我就 LED 的那个材质里面再拉了一张出来，然后我就是直接拉那个 LED 进来嘛，我把这个平面放大，我再把 UV 放大，然后直接让它发光，然后之后把它插在这个地面里面。这样。然后它因为建筑物会遮挡到，所以它完全不会亮。不然你把它拉起来之后，它直接超亮，好吧？就是这边还有用阿华，所以没有办法全部的都看到。但它的实际上其实它的亮度很高，但是因为有建筑物遮挡的关系，这样的亮度就是可以去凸显那个城市的那个背景的这些细节。像现在是中景嘛，前面这边黑一片，然后有一块亮的，然后后面这边我想要再突出那个这种主体底下有亮，就是有一点让光包围着它捧它起来那种氛围，就是这样，你可以感到它底下那个亮度器是更够的，所以我会再稍微调整一下，让这边有办法再快速看到一点那个白的灯，而不是直接拿这种类型的灯去补。好，那前几的灯已经够亮了，接下来就是看你要去怎么加你的 LED 灯去做好那个范围设定。就我们想要范围设定是这边要有一个主体 LED 灯，但这边也要有，不然这边看起来就是打光而已，但还不够有生活，也不够有那种都市的生活氛围。所以就是我们会希望它这个是主体，然后在这边有灯光团的时候，这边的东西不要太过压迫这里。所以我这里会可能选一个跟它对比色比较贴近的，就比较显眼的吧。我后来是选两个红色的圆形的灯，然后当做它的主体这里对这两个。好，然后这边这个 LED 灯真的就，我真的不确定这个摆放有什么好讲的，这真的就是比较看个人，比较随性去摆放，因为你只要假设反正你的背景是蓝色的嘛，你前几的灯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灯不要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有发挥到亮的话，你就是可能这几个少数的打橘色，然后这种主体也是打橘色，因为它是主要被看到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我这一块是橘的。它是那个就是那种80-20法则啊，你可以把它弄成就是我可能有场景有20%的灯是少数灯，但它的亮度跟那种吸睛力是低等的，剩下80%这种蓝色就是托衬氛围，你是增加细节，但是你是主要是让人家感受到你的主体是这一块，而不是整个都有一片红的或者整片都有一片蓝的，那会很难看清楚我东西在干嘛。所以我这边打这两个橘红色的，然后我的橘红的就偏不到这一块就停了。剩下的都是蓝色系。那前面的灯光跟那个 LED 灯都布完了嘛，接着就是来补足后面的。现在后面的也是要让它稍微有点像有灯光在这样，但就不用那么细致。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我们就只是单纯拉一个平面，然后有拉一点就是让它的模型有点变化，但后面拉一拉，发现这边其实就不用动了。这个材就只是放一个一样是刚刚那个 LED 的贴图，这边设定是 repeat 就是重复嘛，所以你把它拉扯够长的话，它会一直重复那个图片的位置，这样。它的 UV 就是长这个样子，但它就是一直线的那个灯光这样打过去，因为你距离足够远，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它就是说这边会有一排灯亮在那，但是你不会看清楚它这边粗糙，就不会看它实际上这么粗糙，那其实没差，因为它太远了看不到，所以就是你就做好一个这个，然后稍微摆放一下，调弄一下颜色，这样不要让它，你可以中间删掉几个面，像这个中间有遮挡面嘛，这个也有遮挡面嘛。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挑一个面，然后把它删掉，这样。像这边有个删掉的，就是你不要让它的那个重复性看起来太明显就好了。你只要让它的光就是有稍微布到后面，然后有办法就是围绕这个地方，不要盖住主体，
这样就好。其实这没有什么那么硬性要求啊。这打光跟放那个 LED 板真的很看人啊。好，那接下来就剩雾气了，但是雾气实在是有点太常见了。基本上，如果你稍微往下找一下教学，应该有超级多教你怎么打这种雾气的东西。你就是先建一个方块，然后把它的材质上 roll scatter，然后调整一下你的密度跟下面这个数值，反正数值调高就是你那个离光越近的地方会越雾，而你把它拉低的话，离光越近的地方会越平，这样。就是看那个光进的雾多还是雾少而已。你觉得你调的数值 OK，组合你觉得那个大气程度够了就停，然后再加一个小一点这种低地板的雾，就是你从天上往那种村庄远处去看，你就看到就是它可能雾一片一片的遮住嘛，像这边这块啊，这边比较被遮住，这块比较清晰，然后这边又有一点被雾遮住。你如果差别把它关掉，会长这个样子，有了这样就太清晰了。就是你有雾气啊，是有雾气，可是如果你只加一个这一层，你后面这个就是它的规模感不够，这样你这边后面就是相较之下还是太清晰。可是如果你这边再增强的话，你后面就会看不到，所以你可以加一些这种低一点的雾，然后去分散一下。就是我这边变雾了，但是我这边看得到啊，它那个规模感就有出来啊。材质是这样子拉的啦啊，基本上你网上找那种教学，基本上都会教你怎么拉这种雾气的材质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对那个你有拿这个单块就打开来自己看，然后看一下怎么接，大概会知道怎么回事。好，OK，那这是第三个，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的那个架构呢，我之前其实有做个类似的，反正基本的核心就是你架一个先架一个那个摄影机啊，然后你摄影机放了之后，就往正中间看，说这边要一个主体，就是你要看过去这个前面这些布景啊，先把你的那个摄影机包起来，像是你从一个建筑物的那个物体内包裹住的物体内穿过去，然后看到后面这个主体这样。我之前已经做过一个类似的东西，所以会做这次的时候就稍微顺一点，加上这次的东西没那么复杂，基本上就是你就是去找那个嘛，就是找个建筑物，然后方的也好也罢，反正就是包起来，就是这样直接包起来。你可以看到这边甚至没有接在一起，它的模型甚至不该长这样，但是你就是弄个天盖之类的东西包住，它就是那种要怎么讲，反正就是从一个通道出去的感觉。但是我们不是做那种就是直接那种什么车里面那种隧道，就是做那种建筑物的体，把它包起来。你就先做好这个一般的体之后，再去加这个 LED 灯。如果你关掉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懂吧？就是你有一个包裹住的体，然后我甚至没有打灯，因为东西已经够亮，而且足够近，所以你完全不需要再额外打灯，额外打灯反而太亮了。那就是坦白这里吧，它就是运镜就是这样慢慢的出去，这样看有点慢，就这样慢慢出去，然后往右晃一下，往左晃一下，就是稍微去晃一下那个细节，这样，然后最后再出来看到这个主体。所以你前面的架构就是后面还有一个主要的那种东西是给你看，那一样是因为是做那个科幻风嘛，啊，科幻风大部分这样看到就是蓝色，所以我这次一样就是用红色的当主体，然后蓝色的是附近的氛围，这样，所以你前面就是一样先铺设好这些建筑物，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不够高，你就是直接 Alt D 下来，你不要有那个建筑跟建筑之间有破绽就好了，然后就是加一点 LED 灯去加，让它那个嘛，让它更细致一点，让它有那个生活气息。这个跟前面讲多次，它就只是这样，就是摆放的那个方式不太一样而已。然后，如果你在影片视觉化，你看这边有人走，但是因为那个是用插件嘛，所以我没办法给你有人走到影片这样子。好，那你前面的加速车就是你就是看说啊，那我们就是这样往前挪动这个镜头，然后你挪动这个镜头，就是你就是看一下说这边可能有其他那种建筑物嘛，你就在适当的加一点 LED 灯上去。可以的话尽量找，对，就是尽量不要重复使用啊，不然重复用的话，你第一时间看到的话一定会觉得重复的就会出戏这样，所以能够的话就这一个区块的尽量找不重复的，而是这样子慢慢的运镜往前嘛。就一直前到差不多这个位置吧，这个位置已经快完全出来了。对，这边就已经快完全出来了。那一样就是我们注意是打红色的灯。好，等下跑一下。好，那就是一样，就是拿那种高型的建筑摩天轮去包裹住你旁边的那个视线，
那个就这个很看这个也很看那个每个人的那个风格是怎么样。因为我当时是觉得这个最直接省事，而且它的这个边边可以反射这个红色的光，我觉得很好看。首先我主体是这个嘛，这样，然后你到这一块之后就不用再打前面那么多 LED 灯，因为我们已经有主体了，我们明显有看到主体了。然后你在这边再打太多 LED 灯的话，你会感觉就是有点，你会把那个注意力分散掉。对啊，底下这些小的这种建筑，刚才讲过啊，用那个 OSM，然后加那个材质贴图方式让它发光。啊，列车也是刚刚才讲过的东西，就是一样，就是进个素材包，然后拿那个背质旋开始拉，然后就开始放着那个列车上就开始做动画。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就这个吧，可能这个唯一要讲可能就这个。对，这边就是我去素材网拉了有个人在那个聚光灯底下那个弹琴的影片，我把它那个材质，我把它那个图片抠了下来，然后放到这里面变材之后抠起来，然后上那个最基本的那个 emission 的材质嘛，然后在 timeline 里面让它随着那个律动而已。对，我就只是做一个那个单纯的那个律动而已，这个也不是档，它就是单纯的图片，而且这样很省那个渲染的时间，这样真的很省那个渲染时间。后面的东西就是该遮就要遮嘛，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建筑的那个脚底下那个看不到的话可能会有破绽，那后面一样就是这种太高的地方，如果后面做太空的话，一样也会有破绽，所以就是拿一些额外的建筑物放在后面，然后去做一个遮挡的效果。对，这边会讲比较短，是因为前面的东西应该都已经讲过一轮了，这个有点像是前面两个，就是如果你知道前面两个怎么做，你就会知道这个怎么做。这样，所以就是你不会耗费太多时间，你就是有建模了嘛，铺进来，然后你就摆一个正方形，摆一个正方形，然后你一层两层的正方形不要重复，看起来不要重复，然后放 LED 灯塞，然后底下遮着，不要让人家看到破绽，然后你前面做完了，做够长，然后就开始做后面。这边就是一样，也是整体上也是一个做一个正方形，但是不要再盖上面了，左边右边就好了。那左边一条，右边一条，然后适时的加一点那个 LED 灯，但是不用太多，因为你主体有这个，加一两个就好，剩下就是那个额外的陪衬而已。好，那这边场景跟前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这边还有做一个 particle 的设定。啊，就是我先做完这个场景嘛，然后我那个运镜什么动态都弄好了，我渲染完之后再回到这个场景里面去加一个 particle，我这边秀给你看。就我们这边有个 use for rendering 啊，如果你要用 particle 设定的话，就是先把这个 view layer 的这个取消掉，因为这边是算这个整个建筑物的那个渲染图，我们先把这个关掉，然后到 particle 这里按启用，然后我们再到 compositing 这里改成 particle，然后我们直接让它连上这个 view 跟那个最终渲染的那个节点之后，我们再回去到这个output 这个书这边改 RGBA，然后再到渲染这里，我们要把那个 film 这里的 transparent 打开之后，你这样子去渲染图才会是我们要的干净的白底的可以抠下来的粒子的那个系统。对，看一下看它跑不跑出来。好，有啊，这边看得到啊，有啊，就这种白色的粒子，这个是后期加上去的。对，你用这种就是额外分层的方法去算那个后期的东西会比较方便。主要就是如果我可能设计动态动到了，我要重算，我这个要重算，我粒子动态不满意了，我又要重算，所以就是分开弄。等确定好建筑动态 OK 了再算这个，而且这个不这样算有个很好方式，这个东西很省时间。我们到那个 render 这里嘛，我们这边是512，对不对？我们在算前面这些建筑渲染图，你至少就是用这种512，或是你真的再低用200，用256这样。可是我们今天算的就是例子，它就是一个，我看那个学的给你看，呃，可能没什么。其实这个可以完全不用管，这是我在试的，看这个就好。对，它就是一个只有 emission 插入的东西而已，它就是一个发光的小球，就这样。所以你甚至不用管它的 sample，你调32算都没问题。好的，而且我们到后期之后再去制作啊，它会在那个会有个光晕之类的，它就是纯白色，你不用考虑它会什么杂点不，它就是纯白的发光，你后期再上个光晕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可以把你的 render sample 这里放低，
这样，所以等于说你这边只算这块，你花的时间会少很多很多。这样，那如果你到进这个 particle 限制之后，你发现还是有问题，就是又有问题，那就是记得设定要调回去，对吧？就是一样这边这个 render 设定调回去，然后你看下这里 view layer 这里 render 这里的 particle 这里要关，particle 这里要关掉，然后回到 view 的这里的这个 rendering 勾选打开 compositing 这里一样选 view layer，然后把它节点拉回去，然后这个 RGBA 这里就不要用 RGBA，这边用 RGB，然后把那个一方万一啦，这样来说应该是勾 RGB 就没事了，那我就是还是会把这个取消掉。好，那我们看一下，那就这样，就是如果你要从这两个项目去切的话，你就是要做刚刚那一系列动作，不然你后面渲染图就是要么就是背景没了，要么就是图算错了，要么就是算了之后变成一片黑的，因为它盖到另外一部分了，对，所以这个设定就要做，剩下的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要前两个知道怎么做，这个就知道怎么做，只是你需要点时间去构思它的图长怎样而已。好，那这三个场景就教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这三个场景包跟我前面提到那个有那个摩天大佬的那个资产包，那个资产包里面有105个资产，有这种摩天大佬的，也有那种 LED 灯跟那种就是周边那种乐色那种地板上可以装饰的一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在底下的链接找到购买那个资产包。那个资产包本身只要15美金，啊，现在会有一个限时的那种30% off 的那个折扣码。我会把那个折扣码跟链接丢在说明栏里面。如果你说明栏没有看到折扣码，就代表说我直接把折扣码弄在那个链接里了，所以你只要点开链接就可以用。那另外3个包加资产包会有另外一个价钱啊，一样可以用刚刚的折扣码。那好，这次就先讲到这里。